在欧美电影里，金发大妞抓着床单，歇斯底里的尖叫。而镜头一转，隔壁岛国的老师们却在镜头前眼神迷离，娇喘着。你有没有哪一刻，哪怕一瞬间，觉得这事儿有点拧巴？一个是来，一个是去，方向盘都打反了，这车还能开得这么顺吗？这到底是翻译软件的祸，还是咱们人类的祭点真的长得不太一样？难道连这床上最原始的都能被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玩出这么多花样吗？今天岛主不跟你聊那些虚头巴脑的语言学理论，咱们直接把这层遮羞布扯下来，开着我的文化挖掘记，带你钻进东西方文化的被窝里，看看这简单的一来一去，它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让人脸红心跳却又细思极恐的秘密。准备好了吗？系好安全带，这一趟车速度有点快。先说那句掷地有声的我来了。在英语里 come 来这个词儿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抵达。比如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come home 回家吃饭，或者是 winter is coming 凛冬将至。 Winter is coming。 当这个词儿出现在那种战火纷飞血脉喷张的床上战场，它传递的核心信号就一个字，到。老娘翻山越岭过关斩将，终于杀到了快乐的巅峰。这哪是简单的叫床啊，这简直就是一声胜利的号角。你想啊，西方人的思维模式那是直线的，做爱就像开 F1 赛车，或者好莱坞大片里的末日狂奔，油门踩死，一路火花带闪电，目标只有一个，终点线。我来了就是那面挥舞的黑白国旗，他在宣告任务完成，目标已锁定并成功摧毁。爽！这种任务导向型的高潮，跟西方文化里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那个狠劲儿，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从工作 KPI 到人生规划，是不是都特强调设定目标，然后玩命去实现它？搞定了就开香槟庆祝，失败了就捶胸顿足。所以我来了这句宣告，它不仅仅是描述一个生理现象，它更像是一份任务完成报告。这里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积极主动，一种对自身快感的精确捕捉和高调确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欧美女性来说，这一声来了意义非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的性愉悦那可是被压在五指山下，要么羞于启齿，要么干脆被无视。后来女权运动的春风吹满地，姐姐妹妹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老娘也要爽，老娘爽了就要大声说出来。所以这句我来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他们争取性自主权、坦荡拥抱身体欲望的一面小旗帜。意思是，这是我的高潮，我感受到了，我宣布。但是镜头一转，咱们来看看含蓄婉约又暗流涌动的东方。当日本妹子在你耳边吐气如兰，或带着哭腔，或轻轻地喊出那句我去了的时候，画风突变。日语里的一个是去，离开，是前往某个地方的意思。去哪儿，离开哪儿，肯定不是去楼下便利店买饭团。这里的去是一种灵魂的出窍，是意识的抽离。如果说西方的来了是攻城拔寨的抵达，那么日本的去了就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流浪。在那一瞬间，身体极度愉悦，
灵魂仿佛轻飘飘地飞离了肉体，去了一个不可言说、只有自己知道的神秘仙境。这就要提到一个特有文化的词儿了，小死。虽然这个是法语词，但是跟日本的生死观简直神同步。在日语里，去和逝去发音是一模一样的，都读作一く。细思极恐，有没有？在日本文化里，极致的快感往往跟死亡的美学纠缠在一起。你想想日本人对瞬间美学的迷恋，樱花开得再灿烂也是啪一下就没了，但就是这种短暂和易逝才让人觉得美的惊心动魄。高潮那一瞬间的意识空白、自我消融，不就是一种凄美绝伦的微型死亡吗？爽到极致，不就是一种死过去又活过来的感觉吗？所以当他们喊着去了的时候，不是在报告进度，而是在表达一种沉静。我不行了，我要被带走了，我的灵魂要飞了。这种表达少了几分掌控的野心，多了几分随波逐流的顺从和享受。然而这跟日本人的沟通方式有关。日本人讲究读空气，讲究以心传心，有些美妙的感觉说太白就没意思了。一句轻轻的去了，可能包含了千言万语，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全靠两人之间的默契和爱的电波来传达。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是不是比只给来了多了几分暧昧和高级感？好了，经过前2站的深度游，咱们现在把我来了和我去了这2位选手请上擂台，来一场真正的文化心理大 PK。 这不仅仅是2个词儿的较量，更是2种思维模式、2种活法的正面硬刚。第一回合，掌控欲对沉浸感。还记得咱们在女仆那期聊到的支配欲吗？我来了从某种程度上像一个 GPS 定位，精准报告我已到达快乐巅峰，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掌控感。尤其是在追求同步到达的完美性爱脚本，这一声来了就像发令枪，号召同伴一起冲刺。而去了呢，它更像是在描述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它不那么强调我控制了高潮的到来，而是更侧重于我被高潮带走了。这种表达把重点放在了过程的感受和灵魂的神游上，少了几分掌控的焦虑，多了几分把自己交给对方，交给当下的放松。第2回合，个体彰显对关系和谐。在西方文化里，个体的存在感非常重要，我的感受、我的体验是第一位的。我来了就是这种个体意识在床单上的极致演绎，这是我的高潮，我要做主。而在日本文化中，个体的表达往往需要融入到关系的和谐气氛中，过分强调自我，有时候会被认为不够体贴，破坏了和谐的气氛。我去了这种相对内敛的表达，一方面是描述自身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把解读权和回应权更多的交给了对方，体现了一种在关系中对和谐氛围的维护。一个是我要我觉得，而另一个是我要你觉得。话说回来，都21世纪了，地球都快成一个村了。随着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各种动作片在全球范围内的疯狂传播，东西方文化在高潮表达这件事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有趣的混搭和变异，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一方面，你有可能看到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亚洲人在私底下也开始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甚至直接地说出我来了。毕竟简单粗暴有简单粗暴的好处，至少不担心对方那个木鱼脑袋 get 不到点，对吧？另一方面，西方世界也对东方文化那种含蓄暧昧产生兴趣。你没看现在很多老外也迷上了禅、密宗性爱这些东方哲学吗？
他们开始反思，是不是太过于关注终点和高潮本身，而忽略了沿途的风景。说不定哪天他们也会觉得，比起只给的来了，一句带着神秘气息的去了，更能营造高级的性感氛围的。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那些固化的性爱脚本。管你是来还是去，关键是双方能真实的享受，能够顺畅的沟通，对吧？这种为了政治正确或者完成任务而伪装出来的高潮，无论是东方式的娇喘还是西方式的尖叫，都挺没意思的。未来的高潮表达可能会越来越个性化，说不定以后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高潮符号，只有特定的小圈子或者情侣之间才懂，那才叫真正的活好，话不多，全靠默契往前挪呢。好了，各位文化探险家，咱们今天的岛国那些事儿差不多也到高潮尾声了。从西方直奔主题的我来了，到东方意境悠远的我去了，我们一起上天入地的折腾了一番，是不是感觉对这两个简简单单的词儿有了全新的认识？说白了，我来了是一声响亮的宣言，是老娘赢了的凯旋，而去了是一段诗意的留白，是我醉了的沉沦。无论来还是去，都深深地打上了各自文化和性别角色的烙印。语言是文化的内裤，也是性别的镜子，平时藏着严严实实，一到关键时刻全露馅儿。但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上纲上线。下次当你再听到这两种表达时，不妨多琢磨一下，它背后传递的可能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愉悦，更是一整套复杂的文化密码和心理暗示。当然，如果你正在办事儿，那就别琢磨了，专心点。好了，最后灵魂拷问来了，了解了这么多，你觉得哪种表达更能戳中你？是那种直截了当、霸气侧漏的来了，还是那种欲拒还迎、灵魂出窍的去了？或者你觉得真正的高手是根本不需要语言的？把你的想法大胆地砸在评论区吧，也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走一波，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场不正经的文化大讨论。我是你们的岛主，我们下期节目再来8点更刺激、更劲爆的，回见。